哦，注意看，坦克邱建良被泰拳王者重拳击倒了。能击倒邱建良的可不是一般人，而是泰国大名鼎鼎的神童姜通猜。他已经称霸了中国拳坛3年之久，击剑击败了12位中国选手，就连大名鼎鼎的武僧一龙都曾被姜通猜打得人仰马翻。刹那间，在中国拳坛找不到任何一位能与之匹敌的选手。坦克邱建良决定与其决一死战，不仅为了中国搏击的颜面，更是为了帮助前面所失利的12位中国选手复仇。话就不多说了，仅长按3秒的比赛开始，减重失败的姜通猜率先被扣除了1分，这1分也是让邱建良信心大增。邱建良深知姜通猜的恐怖，然而姜通猜也深知邱建良的厉害，所以2位高手相遇，必定会实施一些较为诡异的试探招式。在多年以前，邱建良曾败给姜通猜，多年以后，邱建良再次相遇姜通猜，不仅是复仇之战，更是中国搏击圈的荣誉之战。邱建良加大了横向移动，对他横向的向这个姜通猜的弱侧移动，这一拳好像应该是这个后手跟前第2拳了。这个小踢好奇怪，有点犹豫，还有制动吗？漂亮的随机低扫，这个叫做不是时间差，叫做空间差，位移差。姜通猜啊，他的不管姜老师说他的身体啊有婴儿肥有点，但是他拳很重，对，而且很准。还有就是他腿也很重。对，刚才2个人比腿的时候，姜通猜那个扫踢劲儿是往里走的。所以他是泰拳选手里面这个少有的这种拳法特别精湛的选手。但我觉得今天邱建良的战术打法极具有针对性，毕竟这是俩人第2次交手，所以显得并不是特别生疏。反观姜通猜面对邱建良的针对性战术，也是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快速的步伐移动也是让邱建良嗅到了危机，直接就开始往后拉扯，尽量将距离控制邱建良擅长的中远距离。这个拳中弹扫踢非常的重，防守到位。不过刚刚像这个回旋踢加这个组合拳的情况，其实挺好奇的。对，不知道邱建良体能储备能够有多少次这样的打法，这个打法非常的夺目。回旋踢这种技法的话呢，它的杀伤力很大，但是它击中的其实这个几率啊不是特别的高，因为运动太大。对。但是如果被击中的话，因为它尤其是脚跟砸到你的这个下巴这里，几乎就是很难逃过 KO 被 KO 啊。比赛进行了2分钟左右，注意到姜通猜是处于在华无败绩，邱建良面对姜通猜内心必然会有一些压力，不过这些还不足以让邱建良感到畏惧。2人都是26、7岁的年轻人，打起架来也是一点都不含糊，敢打敢拼也是成为了邱建良的标签。只要姜通猜敢露出破绽与漏洞，那么邱建良一定会发起一波主动进攻。可邱建良他的这个打法是非常具有侵略性。又是一个要注意啊，快如闪电的扫踢。对手这个反击这个扫踢非常的快，而且狠。10秒钟，第1回合结束。好，第1回合结束。如果纯从打分的规则的层面来看呢，这回合邱建良发挥的是优于还是错。对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邱建良的输出，一个是势大力沉，一个是动作呢，快，比快是消耗更多能量的。是。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组合更多。对，所以我会不由自主的担心邱建良的对。而姜通猜反观，我们一直在说他每次都是打单击，是，然后呢动作也不多，移动也不多，速度除了发力的那一瞬间很快，其他的也不快。对，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其实没有太多体能消耗。对，这个是后2局一个关键的作战因素。我倒有点不同意这样子，我觉得他赛前减重失败的话呢，其实对他身体损耗要更大。减重失败，第1次没有降成功，第2次又降，给了他2个小时的时间，他还是没有成功。我觉得其实啊，他的这个身体损耗其实有可能他状态的问题，因为选手减重这么久经沙场老将啊，减重减不到的话呢，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不是之前有伤病的问题在里面。
对，因为呢，久经沙一打了这200多场比赛的话，第二回合开始了，减重失败的江通猜本就不占优势，然后还遭到了邱建良的针对性进攻。这次击倒并没有让江通猜意识到危险，而是继续与邱建良保持原有的对峙。反观邱建良则是继续保持原有的战术，快速的步伐移动加上果断的出拳出腿，也是让江通猜吃到了很多苦头。不过江通猜的精准击打，也是让点数一直在俩人之间进行徘徊。因为场地对，太过需要擦一下。实际上这一下摔倒呢，邱建良应该也是就是臀部先着地的，有点骨盆的那个意思，虽然不是被对手摔倒，所以这个损耗有点大，其实。更关键的是破坏了节奏。对，现场在赶制。啊，这个应该算是有效踢倒的。对，这个是扫倒的。漂亮的上头，这么短的距离是高扫上头。是。来看邱建良的右肋后肋方，江通猜年轻气盛的江通猜非常勇猛，在泰国打遍了所有同级别选手之后，才来到中国进行挑战，结果一不小心获得了一个恐怖的12连胜。至此，众多中国选手见到江通猜都特别害怕，毕竟江通猜的实力非常强悍，并不是一般选手能够与其匹敌的。然而邱建良却是唯一一位能与江通猜打得有来有回不分上下的选手。对，江通猜的脸上有轻蔑的微笑。翻译过来这不算什么，没关系。泰选手的一般的这个面部表情，这个都是挺丰富的。其实，在打比赛的时候，而且大多数表现的是不在意。对，哎，你再来，没关系。但是有的时候他也传递有心，有的时候他微笑，就是真的就被打疼了。啊，这场比赛确实双方势均力敌。哎，这个转身的旋风踢，这是一个跆拳道的旋风踢，这个跆拳道的技法。这个邱建良的反应速度特别快，根本不给江通猜任何反击的机会。本就不占大比分优势的江通猜，此时此刻则是更加火急火燎。毕竟邱建良利用针对性战术拿到了很多优势，再这样打下去，江通猜一定会遗憾败北。还是要多出拳。我觉得邱建良的机会可能在，甚至在中近距离，对手这个中段高扫的话，这个腿法还是杀伤力非常的迅速。1、2、3加一个扫踢，没有斩胯的扫踢，这也是邱建良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技术。引导摔，10秒钟。一会儿回合间隙的时候会讲2个微妙的变化，这也是这个场地的话还是有汗之后有点滑。好，第2回合结束了，旋踢有快如闪电的扫踢，但是这个动作我个人的经验是不能吃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俩人的比赛逐渐进入到白热化阶段，越是到白热化阶段，两人就变得越谨慎，根本不会做一些无用功，这或许就是高手之间的心理博弈。个人认为只有扩大优势，就是强化自己的那个曾经占过便宜的人，打脸，说白了就是打脸。如果能想办法创造组合拳的机会，多打几次脸，那么优势还能向自己这边倾斜。否则的话，像江东猜现在基本上还没出汗呢，大家看没怎么出汗呢，那么不知道他会发力成什么样子。这是冲着脸去的，但是要提高组合的数量。对。这个级别的选手，我觉得至少要把攻击。邱建良的战术打法越来越激进，连续的拳脚进攻也是打得江通猜找不到东西南北，一连串进攻也是直接让现场观众沸腾起来。这一战术也是让江通猜意识到了危险，不过江通猜一时间也找不到应对方法，只能与邱建良硬碰硬。哦，什么情况？被图秒了。
被强毒了。哦，好像是人有点晕。啊，应该又是一个前手的这个平勾，可能是。而且他在努力的用鼻孔呼吸打底。对，这个就是确实是体能消耗，被打晕了之后的一个正常表现。不要吸氧，要给大脑供氧。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这个场地确实有问题啊！哎，这汗水太多了，对，已经打了10几场比赛了。不要着急，崔建良不要着急，要找准落点，要找准落点，他有点太急了。对，也是。此时的邱建良勇猛程度特别高，根本不会给江通猜任何喘息的机会。不过江通猜也是在擂台上征战多年的老拳王，面对此情景绝对有自己的应对方法。深陷劣势的江通猜也是非常着急，但并没有什么实际办法。毕竟邱建良是中国拳坛数一数二的拳坛战神，还是要找弱点。一定要像他们这种几百战的高手啊，转过来的时候是很短的，10几秒，没有几秒了。对，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完全恢复。两个人都对，但是邱建良其实体能下降也非常的快，所以非常的大，所以不能乱。对，要小心，防守到位。对，这个时候对头部的保护，手要架高，再累也要保护好。江通猜应该恢复差不多了啊。小心。哦，这一下高潮非常危险。对于双方而言都是严重的考验。对，大家可以。时间越来越紧迫，江通猜的劣势也是越来越大。急躁的江通猜已经顾不了其他，直接就对邱建良发起了猛烈进攻。不管邱建良实施什么样的限制动作，都无法让江通猜减少进攻攻势。如此以来，邱建良只能稳于现状，确保自己刚才所获取的优势不丢失，等待比赛结束即可。咬着牙打出这么迅捷的进攻，职业选手啊，高水平的职业选手。这个江通猜从被这个打晃悠到恢复到现在，这个确实非常快的。对，来爆发一波。邱建良还想 KO 对手，结束了，比赛结束了。我觉得邱建良应该是赢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了。哎，咱们这个胜利应该来的差不多，因为毕竟有一次突发嘛。对，有一次强制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是比赛结束了。最终邱建良与江通猜战斗到了最后一刻。虽然前期江通猜不占优势，但江通猜凭借精准无误的拳脚进攻赢回了点数。到了后期的邱建良直接火力全开，瞬间就将江通猜打得晕头转向。最终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。大家感觉邱建良打得好的话，请多多点赞，让更多人看到邱建良的硬气。